只用一次约会就能让女生对你持续上头1个月。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夸张啊，但是这是我们带无数兄弟总结出来的一个总结啊，还是有很多兄弟他其实是不懂约会的，也不会约会。我今天就点2个常见的误区，好吧？啊，后面呢我们再说方法论。第一个误区呢，就是大部分的兄弟啊，会把约会当面试，每次都搞得特别的正式，特别是第一次约会，可能会提前个3、5天就开始问：你周末有空吗？你喜欢打网球吗？你是喜欢中餐呢，还是喜欢西餐呢？啊，还是想吃火锅呀？非常的正式，非常的礼貌。OK， 在你发出正式邀约的这一刻，女人就已经知道你想干嘛了。因为现在一个长得不错的女孩子，她身边至少有5个左右的追求者吧。那这种模式她真的见多了，那她就会下意识的把你跟其他男人归类到一起，知道吗？啊，焦哥也知道啊，各位是怎么想的，想要留下一个好印象啊。这样的话，在约会过程中呢，说不定啊牵个小手或者是其他的，对吧？但焦哥作为一个女人，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机会是不大的。特别是前3次约会，就算女生她跟你牵手了，回去之后该对你冷淡还是会对你冷淡，甚至有些都已经抱了亲了，回去依然还是冷淡，不是吗？原因很简单，女性的防御机制是非常灵敏的。就比如说你对一个夜场女孩说什么，我们后面去看星星吧，她马上就会知道你对我肯定是有别的想法的，对吧？因为看星星这种模式太纯爱了。再比如说你跟高跟女约会到了大半夜，那她脑子里的这个警告啊，她就会想起来了，她就会觉得你图谋不轨。你可能以为你很自然，但其实需求和欲望已经彻底暴露了。所以说你们要记住，约会的目的不是推进关系，而是展示吸引力。比如说你可以路过他公司楼下的时候跟他说一句，过来买咖啡啊，你要是10分钟内下来，你能蹭得上啊。这种随意的这种见面，你就能完完全全的规避女人的防御机制的啊，就像战略上的一种偷袭，蒙蔽对方的大脑潜意识。这个时候女人她只要没有在忙，那她基本上都会同意的，并且她还会主动问你什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你在这边干嘛呀？这个时候你再说，哎呀，我在这边谈个合作，突然想到你了，所以就看到你旁边正好有一家咖啡店啊，顺带过来买杯咖啡。自然的价值展示有了，需求感也规避了啊。后续如果说你还想要有其他的动作，也会顺利很多。我们再讲第2个误区，就是将线下约会和线上聊天混为一谈。各位要明白一件事儿啊，线上聊天和线下约会是2个不同的模式，是2款不同的游戏。很多兄弟的想法就是什么？我先跟他聊啊，聊嗨了，聊暧昧了，我再约他出来，然后就一举夺回。各位是这么想的？但凡兄弟啊，你曾经这么干过，你应该都知道，一举夺回的概率是不大的，甚至会让女生厌恶和反感，就是当场见面就想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状态不对。就比如说你线上跟他说什么，下次见面能不能亲你一下？那女生跟你说什么？那要看你表现了咯啊，氛围是非常 OK 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是什么？是你见面你就怂了，你左手抠右手，说句话都要琢磨半天。那这个状态跟你聊天的那个魄力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感觉呢？货不对版。那货不对版怎么办？退货呀，女人肯定是不愿意了呀。所以线上状态不要去拉得太满，期待呢也不能给得太高。像我刚刚说的呀，线上线下它是2款游戏，你要把你线下与女人相处的能力练得比线上要更强。你甚至可以在线上给这个女人一种这个男人不太好掌控啊，不好接触的这种感觉。那这个时候你在线下去约会的时候，再给他一丁点甜头跟可得性，那他就会觉得这是恩赐，是奖励，并且他还会下意识的想要去继续去探索你。要记住，聊天讲究的是快准狠，精准打击，而相处靠的是内力、经验的积累，还有你的自我价值认可。OK， 2个误区讲完了，我们再来说一个约会的作弊方法论啊，制造氛围。什么氛围？恋爱的氛围，暧昧的氛围，能够冒粉红泡泡的氛围。有很多兄弟跟女生相处啊，非常的客气，就是那种畏畏缩缩、蹑手蹑脚，并且会习惯性的去迎合女人，对吧？特别是那种漂亮女人啊，你们真的见到就是很绅士。再比如说你们在外面，对吧？女人说了一句说，哎呀，我走得好累呀，那你们是不是就会反而说什么？那我们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吧，休息一下，我带你去重新买一双舒服点鞋吧。是想尽办法去迎合女人，但是谁又真的会走几步路就累呢？
他又不是林黛玉，他坚持不下去吗？所以女人只是随口一句牢骚，你就像个奴才一样鞍前马后，那你说你怎么可能会有张力啊？怎么可能会有吸引力啊？对吧，兄弟？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去制造氛围？很简单，靠近。比如说你们走路的时候，距离靠近啊；比如说你们聊天的时候，突然停住，看着他啊，用眼神去侵略他。这个时候千万别怂啊，兄弟！你要等他害羞，等他问你这种干嘛呀？啊，这种时候你再笑一下，说一句没事，你继续讲啊，感受一下，没有说任何越界的话吧，也没有说什么暧昧的这种话吧，但是氛围它就是不一样。而这个就是女人口中所谓的恋爱的感觉。所以说呢，你们一定要知道，约会的核心不是说你要把女人服务的有多么的好，你要让她感受到有多么的自在和舒服，而是要在这个约会中去展现你的张力、你的吸引力，并且越不会约会的兄弟，你就越要去大胆的尝试，毕竟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。就算这个过程中失误了，你遇到问题了，没有关系啊，随时滴滴啊，交给我也在这儿啊。还是那句话，弱者才会去钻研什么情感和技巧，强者会看人气。我是嘉哥，下课。